据南华早报8月31号的报道，美国西北大学知名华人科学家吴英教授不幸自杀身亡，而这起悲剧的背后，竟然跟美国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恶意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的状态，一切跟中国有关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所谓的科学无国界，已经成为了一句彻底的笑话。但美国政府的癫狂只会让他们自食恶果。大家可能对吴英教授不怎么了解，也不太明白美国的这番操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不仅是对海外华人界，甚至是对整个美国科学界来说，都堪称重磅炸弹。我们先来看看吴英教授的履历。吴英教授在1986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随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1991年时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1991到1994年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且在1994年获得了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职务。2003年获得了常青藤盟校范德堡大学的教授职务。2005年又到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担任终身讲座教授。等于说，吴英教授从研究生求学到最后任终身讲席教授，全部都是在美国最顶级的常青藤大学中度过的。而这还只是他耀眼成就中的一部分。吴英教授是国际神经发育和神经退行性变相关领域研究的顶尖学者，在 mRNA 剪接方面也有非常多的学术贡献。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吴英教授在《细胞》《科学》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130余篇学术论文，并担任了《细胞》《科学》《自然》等杂志的审稿人。换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概念，吴英教授如果是在国内，大概率能选上科学院院士，从事的还是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这种国际学术研究的大热话题。并且吴英教授在 mRNA 领域的学术研究，保不齐还跟新冠疫情时的辉瑞、莫纳德的 mRNA 疫苗有些关系，知名度有可能跟钟南山院士比肩。就是这样一位院士级别的知名学者，却因为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迫害，选择用最激烈的抗争方式来表达抗议。如果放在国内，怎么着也得微博瘫痪3天，赛博亡国了。然而在美国，吴英教授的逝世却显得悄无声息。根据媒体报道，吴英教授今年7月10号在芝加哥的家中服用过量药物自尽，7月17日被安葬在芝加哥的玫瑰山公墓。而整个7月份，美国主流媒体几乎都没有关于此事的报道，反倒是7月28号在贵阳举行的国际生命科学会期间，专门召开了一场吴英教授的追悼会，14位华人生物学家发言缅怀吴英教授。更可气的是，在吴英教授逝世之后，他工作了近20年之久的美国西北大学不仅没有发表任何讣告和消息，反而在吴英教授刚逝世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将学校官网上有关于吴英教授的个人资料全部删除，就连教授在西北大学学者网站上的出版物和资助记录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仿佛吴英教授从未在西北大学出现过一样。按照科学界以往的惯例，吴英教授这样的知名学者不幸逝世，生前任职的大学不仅会保留相关的资料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往往会发表追悼文章，总结其一生的贡献。而美国西北大学的举措完全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连吴英教授最后盖棺定论的哀荣都要剥夺。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事实上，美国西北大学在吴英教授自杀这件事上，很可能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根据多方消息，吴英教授自杀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他的实验室在今年的4月30号被校方强制关闭。据说当时吴英教授并不愿意离开实验室，最后是被校警强行驱离的。可能有人会说啊，关个实验室而已，有这么严重吗？实际上，在美国，特别是像西北大学这种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关闭实验室基本上就等于是给一位科学家的学术研究生涯判了死刑。这不仅意味着你将失去所有的学生和经费来源，并且所有行业研究最前沿的消息和项目都跟你无关了，甚至于你想靠着所谓的终身讲席教授身份混饭吃都不行。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任务非常少，教授们的工资大部分都来自于研究基金，如果没有实验室，你连工资都没地儿拿。更难受的是，当你失去实验室、失去价值之后，马上就会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意。学校里的院长、系主任、同事，甚至是学生，都会有意无意地羞辱你，让人生不如死。对于一位醉心科研几十年的科学家来说，不能进行科研，无异于剥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关闭实验室，更是近乎于对他近20年学术生涯的全面否定。所以，吴英教授选择用最激烈的手段发起了最后的抗争。可能又有人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西北大学关闭了吴英教授的实验室，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换所大学继续研究呢？这就要说到西北大学为什么要做这个恶人，对自家的大牛级教授下手了。事情还得追溯到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我们发动贸易战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暴论：中国凭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在很多方面追上甚至超过了美国？肯定是他们从我大美利坚偷取了技术机密，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要出重拳了。于是乎，按照躲盲的这番理论，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行动组，对一切与中国有关的科研项目进行调查，行动代号“中国行动计划”。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行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步启动了调查，中断了大批华人科学家的研究基金。
NIH 是美国生物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最大金主，掌管美国最大的基金审批发放权。基本上，只要在美国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必须跟 NIH 打交道。没有 NIH 的资助，学术研究近乎寸步难行。NIH 甚至还利用他在资金审批上的巨大权力，对华人学者所在的学校施压，威胁他们不协助调查，甚至主动辞退华人科学家，就断绝整个学校的资金申请。首先体会到这一待遇的就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陆武元。陆教授在一开始积极配合美国政府进行审查，从合同副本到项目资料乃至详细的资金来源，能给的材料都给了。但他们既不接受陆教授的解释，又找不到能够证明陆教授帮助中国窃密的证据，只能持续不断的施压，三不五时的到学校里来调查。到后来，美国调查组甚至要求陆教授提交他在中国学习时所获得荣誉证件的英文副本，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陆教授彻底明白了，所谓的调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自己的华人身份才是原罪。美国正在掀起一场针对华人科学家的猎巫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是错的。认清现实的陆教授选择放弃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放弃他几十年奋斗得来的一番事业。而西北大学显然也在 NIH 断绝资金的威胁下，在对吴英教授的迫害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才会连补告都不敢发一张。实际上，陆教授的遭遇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了，毕竟他还没有面临牢狱之灾。2021年，麻省理工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陈刚被 FBI 逮捕，理由是他未能完全披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乃至整个全球科学界，这是啥概念呢？无论是 QS 还是其他各种大学排行榜，麻省理工大学基本上都排在世界前3，而陈刚教授更是麻省理工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太恰当的类比一下，在中国就相当于是2位院士，清华大学的院长被公安抓了，理由是他没能说清楚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得过几次奖，没交代清楚他在美国有几个亲戚。如此重量级的科学大拿，却以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连美国人自己都绷不住了。这种借着所谓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特定族群进行调查和迫害的行为，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根本就是麦卡锡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在新时代的复兴。全美各所大学2000多名学者联合署名，致信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停止对华人科学家的无端审查和迫害。就连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都特地刊文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极端行径。在种种压力之下，2022年2月，拜登的任期都快一半了，美国政府这才扭扭捏捏表示将终止中国行动计划。而此时，仅不完全统计，就有超过250名科学家因为相关的调查被迫停止了工作，其中超过80%以上都是华人科学家，还有多人遭到逮捕，甚至是起诉，最终绝大部分都没有找到所谓的中国窃取机密的证据。那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中国行动计划已经终结，它真的终结了吗？实际上，吴英教授的遭遇或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之前从事的研究已经获得了 NIH 长达几十年的资助，但最后一笔资助结束之后，无论如何申请，他都无法再次获得 NIH 的资金支持。美国的现状其实是明面上针对中国学者的迫害已经结束，实际上根本就是转入了更加隐蔽的地下形态。仅今年上半年，就有至少20名持有有效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被美国海关以各种理由禁止入境，并遣返回国。其中有多人甚至已经在美国大学攻读了好几年的研究生，眼看着要拿到学位了，美国政府直接无理由禁止入境。过去数年的努力，中国留学生付出的几十甚至是100万资金的成本直接付之东流，以至于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逢年过节根本不敢回国，甚至国内父母重病或者突发意外情况，都得严肃考虑到底要不要回国。有人戏称这种状态为留学监，在美国留学跟在美国蹲监狱差不多，根本不敢离开美国。但你还别说，美国政府对于这种暗搓搓的限制方式其实还不太满意，他们更想要的是明着来。就在去年底，在美国众议院提出的2024财年商务、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中，直接明晃晃地出现了恢复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说法。此举遭到了美国亚裔科学工程院、亚太裔劳工联盟、亚裔美国学者论坛等多个组织机构的强烈反对。然而，美国的国会老爷们表示，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们的反对无效。在今年的5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在司法部设立的中共行动计划的提案，接下来将由美国国会进行表决。别说我们没尊重你们的意见哈，你们不是说中国行动计划不好吗？我们这个是中共行动计划，跟上司的名字不一样。这种掩耳盗铃的行径，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反对这一提案的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杰里纳德勒直接就说了，这个计划根本就是不成功的中国行动计划的翻版，基本上改个名字就端上来了。他甚至直言，这个计划不仅不能保护美国的科研与创新，反而是在分裂美国的科学界，毁掉大批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乃至进一步煽动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仇恨。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最后只会魔怔到，只要你是在美国高校或者是研究机构里工作的华裔，那么你就是美国司法部调查研究的嫌疑人之一。
特别是今年又是大选年，一旦特朗普获胜上台，有很大的概率会再推出一次中国行动计划，甚至于推出更加激进的版本也不是不可能。吴英教授的悲剧有可能再次重演啊！而关于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吴英教授的前夫饶毅教授。同样是知名学者，同样是在美华人，甚至在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双方的履历都近乎一致，但最终的选择却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命运，简直是选择决定命运的最真实写照。在研究生毕业之前，饶毅教授与吴英教授的履历非常相似，同样在1991年到1994年间于哈佛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同样在1994年于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任教，同样在2005年担任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但随后一个选择的差异，让两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饶毅教授在2007年选择放弃西北大学的教授职务，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个通过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之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等职位，并当选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与生物学部委员。饶毅教授现在是中国顶尖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在相关学术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堪称功成名就。同样做出回国选择的，还有遭受迫害的陆武元等教授，以及对美国科研环境彻底失望的一大批华人科学家。根据不完全统计，仅2021年就有超过1400名华人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回国，甚至不只是华人科学家选择中国，在中国行动计划的调查名单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利伯，他是世界纳米材料研究领域的泰斗，甚至集齐了美国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3大院的院士头衔。但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却在2021年因为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合作，被判处2年的监外看管，其中包括6个月的软禁，并处罚金。此事引发了包括7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40名科学界大牛的公开反对，而美国政府却无视学术界的抗议，强行定罪。在今年6月，又有消息爆出，查尔斯·利伯在监禁期满之后选择离开美国，赴香港大学任教。也许是美国的历史过于短暂，以至于他们一点都不重视历史教育。几十年前的2战期间，德国对犹太裔科学家进行迫害，导致爱因斯坦、赫尔曼·外尔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外逃到美国。1969年，美国学术界曾经公布了全球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名单，其中近80%都是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科学家。正是有这些科学家的帮助，才让美国科技崛起，并维持了几十年的科技霸权。而现如今，美国政府却在重复当年德国纳粹政府的操作，对华人科学家进行系统性迫害，多少有点黑色幽默了。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